在流量更迭如潮水、热搜寿命堪比昙花的内娱生态中，能够真正慢下来的人，往往不是跟不上节奏，而是早就看透了规则。2026年3月25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的一组拍立得高糊版照片，再一次将她送上热搜。没有精修滤镜，没有刻意摆拍，甚至连画质都带着点随意的颗粒感，但偏偏就是这种不完美，构成了她当下最真实也最具说服力的状态。照片中的她，一袭白色长袖上衣，线条简洁，气质干净利落。其刘海短发让整张脸显得更加清爽利落，眉眼之间不再是早年那种略带紧绷的精致，而是一种松弛、从容，甚至带点懒得讨好世界的淡然。她轻轻比出一个 OK 的手势，没有张扬，却很笃定，像是在对外界的喧嚣说一句：我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你们急你们的。这种气质，说白了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是时间和精力一点点磨出来的。近日，赵丽颖因为一句不要着急再次引发广泛讨论。在某品牌宣传视频中，她用近乎诗意的表达，向土地、青草、河流与生灵传递一种顺应自然、拒绝焦躁的生活态度。听起来像广告词，确实，但问题是，她自己就是这套逻辑的长期践行者。娱乐圈从来不缺快的神话，一夜爆红，3个月塌房，半年查无此人，这套循环比流水线还高效。而赵丽颖的路径恰恰是反逻辑的，从金婚里的小配角起步，到陆贞传奇初露锋芒，再到花千骨一举封神，她走的不是捷径，而是那种最笨但也最稳的路。业内影视评论人李明，虚构专家曾评价赵丽颖的成功，本质上是对工业化流量逻辑的一种反击。她没有依附资本起飞，也没有过度消耗话题，而是用作品积累信任。这种路径在短期看效率低，但长期看抗风险能力极强。双引号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别人靠热度活，她靠硬实力活。如果只停留在努力型演员，那也太低估她了。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她在角色选择上的转变，从早期的甜宠、古偶女主，到后期的现实题材女性，她的转型不是突然开窍，而是一种逐步试探后的清醒选择。在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，她饰演的盛明兰不再是单纯的讨喜型女主，而是一个懂隐忍、会权衡、能布局的复杂女性角色。这种角色要求演员不仅要演情绪，更要演逻辑。而到了风吹半夏，她直接跳进商战题材，塑造出许半夏这样一个野心、欲望与生存本能交织的女性形象。再到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的何幸福，她又回归土地与现实，把普通女性的尊严与抗争演到骨子里。影视学者周兰指出，赵丽颖的角色轨迹本质上是一条从被观看到主动表达的路径。她不再只是承载故事，而是在通过角色输出自己的价值判断。双引号，简单说，她不只是演戏，她在用角色讲话。比起作品，她的私生活同样被无限放大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她在最容易翻车的领域，反而处理得异常干净。与冯绍峰的婚姻，从官宣到结束，都没有走向狗血剧本。闪婚、离婚这2个词本来就自带流量爆点，但他偏偏选择了一种最无聊也最体面的方式收场。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。双引号，这句话放在内娱语境里，几乎算是稀有物种。情感专家陈思远分析，赵丽颖的处理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去情绪化表达。她没有把私人关系变成公共情绪消费品，这种边界感在高度曝光的行业中非常难得。双引号，换句话说，她拒绝把人生过成连续剧。这次的短发造型
其实不是简单的审美变化，而是一种状态宣言。长发时期的赵丽颖更偏向传统意义上的柔美女主，而短发则强化了她身上的理性、独立与清醒感。这种变化和她近年来选择的角色类型高度一致。时尚评论人林薇认为，赵丽颖的短发不是为了减龄或显酷，而是为了剥离过往标签。她在主动降低甜美滤镜，让观众重新认识她的多面性。双引号，你可以理解为她在一点点拆掉别人给她贴的标签。网友视角，从喜欢到信任的转变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这组照片和她的不要着急言论引发了大量讨论。比起过去单一的好美好甜，如今的评论明显更有层次。有网友写道，以前觉得她是努力型演员，现在觉得她是清醒型人生玩家。双引号，还有人评论她的慢不是停，而是有方向的走。双引号，甚至还有略带哲学意味的发言，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加速的世界里，她选择了控制节奏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双引号，当然也有人吐槽，别人卷成那样，她说不着急，是不是已经通关了？双引号，这种吐槽某种程度上也算变相认可。如果把赵丽颖放进更大的行业坐标里看，她的不着急其实更像是一种对抗系统性焦虑的能力。如今的影视行业，资本回报周期被无限压缩，平台追求开播即爆，演员被要求持续在线，连观众的耐心都被算法训练得越来越短。于是，大量作品变成快消品，大量演员陷入必须红的循环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慢本身就是一种反叛。文化产业研究者王潇虚构专家指出，赵丽颖所代表的是一种逆周期成长模型。它不依赖单一爆款维持热度，而是通过持续稳定的作品输出，构建长期信任。这种模式在短视频时代尤其困难，但也更具价值。双引号，换句话说，它是在用时间对抗流量。这种选择当然有风险，没有人能保证观众一直买账，也没有人能确保每一次转型都成功。但问题是，他显然更在意能走多远，而不是现在多红。你可以说这很理想主义，也可以说这是算得很清楚。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，就是女性叙事的转变。早期的她更多是在既有框架中完成角色，比如坚强小白花、逆袭女主等。这些角色虽然讨喜，但本质上仍然服务于传统叙事逻辑。而近几年的作品，无论是《幸福到万家》还是《风吹半夏》，都在尝试突破这种单一视角。她饰演的女性不再只是谁的妻子、谁的女友，而是拥有独立欲望、判断与行动力的个体。社会学者林清认为，赵丽颖的转型与当代女性观众的心理变化高度契合。观众不再满足于被拯救的角色，而更倾向于看到自我完成的过程。双引号，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角色越来越硬，但观众缘反而没有下降。说到底，人们早就看腻了套路。很多人用清醒来形容赵丽颖，但这个词其实挺容易被误解。清醒不等于冷漠，也不等于疏离。她的清醒更像是一种对边界的把控。在工作上，她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打磨角色，但不会无止境地消耗自己。在私生活中，她选择低调处理关系，不把情绪变成公共资源。在公众表达上，她会说不要着急，但不会变成说教。这种分寸感很难练。心理学从业者何安分析，赵丽颖的状态属于高自我整合型人格。她能够区分哪些是外界期待，哪些是内在需求，并做出相对一致的选择。这种一致性会让人产生稳定感。双引号，翻译一下，
就是他不太容易被带节奏。在一个连吃饭都能被解读出10种情绪的环境里，这种稳定本身就是护城河。过去，观众喜欢明星，很多时候是一种单向投射，喜欢他的美貌、他的故事、他的完美。但这种关系很脆弱，一旦人设出现裂缝，就容易反噬。而赵丽颖现在的状态更接近另一种关系，不是她多完美，而是她好像也在认真过日子。有网友评论，她不像在演一个成功的人，而是在认真成为一个普通但清醒的人。双引号，这种评价看似不夸张，反而更难得，因为它意味着观众开始把她当作人，而不是符号。娱乐评论人杜恒总结，赵丽颖完成了一种从偶像型吸引到人格型认同的转变，这种转变一旦建立，会比流量更稳固。双引号，简单点说，就是粉丝不只是因为她好看留下，而是因为她这个人值得看。说了这么多，问题其实很简单，为什么是赵丽颖，而不是别人？答案可能一点也不浪漫。她不是天赋最夸张的，也不是资源最顶级的，更不是最会营销的，但她有一种很少见的特质，持续性。从跑龙套到成为收视女王，再到如今的转型阶段，她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断档。哪怕在争议、转型，甚至人生变动的阶段，她依然保持着输出。这种能力，说白了，就是能熬。但她又不是那种盲目死扛的苦情型，而是会调整方向、更新认知的那种聪明的熬。这就很烦人了，因为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来。结尾慢，不是停，而是掌控节奏。回到那句被反复讨论的不要着急，如果只是听一句话，它当然可以被理解成温柔的鸡汤，但结合他这些年的路径来看，这更像是一种方法论。他没有否认竞争，也没有逃避压力，只是选择不被他们牵着走。在一个所有人都被推着往前跑的世界里，他试图自己决定速度。这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得离谱。所以当他在镜头前轻轻比出那个 OK 的手势时，那不是随手一拍的可爱动作，而是一种非常克制也非常确定的表达。我知道节奏在哪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慢慢琢磨。